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LCK 在去年成功夺回了世界冠军，在转会期中 ，LCK 赛区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换人与洗牌，除了 T1 岿然不动之外，其他强队几乎都做出了人员调整。LCK 夺冠后，本以为这样的转会期会让 LCK 拥有更多强队，但结果似乎并不是这样。去年转会期中 ，LCK 的焦点话题就是 DRX 相关。DRX 在去年世界赛上创造黑马奇迹，逆袭夺冠，但在转会期中 ，DRX 未能保留原班人马，也未能在原本基础上进行补强。最终 ，DRX 5个选手分道扬镳 ，Kingjun 和 Zika 一起去了 HLE，Deft 去了 DK。Pyozik 因为在 LCK 赛区不被重视 ，DRX 和 HLE 对其都不感兴趣。最后选择前往北美赛区，结果开赛之后，只有 Deft 所在的 DK 打出了很好的化学反应 ，DRX 和 HLE 表现全都不尽如人意。在昨天两支战队分别出战，结果无一获胜。先来说 DRX 保留核心 Barrel， 其他4个位置分别是 Rascal、Croco、Fate 和 Diok 等，结果5个人几乎毫无默契可言，场上表现犹如无头苍蝇一般乱打一通。Barrel 全程黑脸嚼口香糖，很多观众甚至猜测 DRX 队内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矛盾。赛后教练还暗戳戳地表示说，队内的冠军选手也就是 Barrel 膨胀了。总之，目前的 DRX 让人看不出任何有成为强队的可能性。然后就是大家更为关注的 HLE 战队了。LCK 春季赛 HLE 和 KT 的比赛，最终 KT 以2-0的战绩轻松击败了 HLE， 送给了 HLE 新赛季的2连败。比赛结束后，对于 HLE 的质疑声不绝于耳，主要是他们在这个赛季斥巨资组建了银河战队，结果在春季赛初就翻车了，其中多位队员表现不佳，惨遭疯狂吐槽。Kingjun 和 Zika 这2个哥们去新队伍想要再次起飞，还联手了 Viper， 但实际上他们2个人就有很大问题。Kingjun 和 Zika 在去年世界赛的那个版本是顶级选手，但在今年其实都不够顶级。Zika 可以说是目前 HLE 最强的一个 C 位，表现是合格的，但其他4人表现全都令人失望。Kingjun 昨天是被老将 King 按在地上摩擦，用一手纳尔全场战绩0-5。然后队内更加夸张的选手是 Clade。Zika 和 Kingjun 嫌弃 Pyozik 太菜，选择找 Clade 来帮忙，结果 Clade 更是重量级。6小局比赛到目前为止，仅只完成3次击杀，死了20次，连续5局比赛没有人头进账。Clade 目前的问题就是游戏思路不够明确，经常出现迷失逛街或者乱开乱打的失误。一支队伍如果打野的状态是这样，想要赢下比赛，说实话还是太难了。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冠军选手 Viper 了。Viper 离开 EDG 之后，状态突然下滑，被各种线杀。昨天用女警拉克斯对线维鲁斯女坦，出现大失误，被对方线杀，导致女警体系直接崩盘，只好换线去上路，但也止不住损，被对方轻松击败。以目前 LCK 的局势来看，只有 T1 和 DK 2支强队 ，Gen 紧随其后。DRX 这边的选手好像要复刻去年的联赛剧本了。要知道，在去年的联赛中 ，DRX 的战绩就是非常差的，磕磕绊绊的以4号种子身份晋级世界赛，然后就一路冲上去夺冠了。但如果 DRX 选手今年还想要复刻去年的那个剧本，说实话就有点白日做梦了。奇迹如果每年都能出现，而且出现在同一支队伍的选手上，那就不叫奇迹了。整体来说 ，Faker 和 T1 是最大受益者，然后是 DK。今年 MSI 上 LCK 有2个名额 ，T1 和 DK 看起来希望是最大的，尤其是 T1 基本可以锁定一个位置，再去尝试冲击一次 MSI 的冠军。目前 T1 打其他队伍是非常轻松的，仅在打野位上存在有一定的瑕疵。总的来说 ，T1 在 LCK 还是完成了实力上的碾压。现在 T1 的情况就是实力强的情况下可以足够任性，而且因为 T1 下路组合的这个对线能力领先太多，基本上就是 LCK 独一档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 ，T1 不断开发新阵容 ，T1 的 Kyria 正在尝试各种特殊套路，而且可以打出效果的辅助。总之，从目前 LCK 的局势能够看得出来，去年的 DRX 夺冠真的是极小概率事件，因为他们在更换版本后的陨落速度看起来要远远超过其他世界冠军队伍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觉得转会期换人之后，谁会称霸 LCK 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